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莫。今天呢，我们来聊爆股过年。其实如果有关注我的朋友们呢，应该都知道我在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上面都简单做了个调查。我想知道一下大家对这个爆股过年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其实还蛮惊人的一致的哈。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上面呢，其实大概都有70%的朋友们决定要爆股过年。好，所以说呢，我就想要来录一期这个影片，来跟各位提醒一下，在爆股过年期间，你有什么事情是可能你要注意的。尤其是今年台湾的农历年假其实是放着相当之长的，是从1月20号一直放到1月29号。但如果说看股市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在1月17号，当天收盘就已经封关了，所以实际影响到国际正在交易，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交易的日期呢，总共是有8个交易日。这就好比像是你在跟好几个玩家同时在玩大富翁，在别人可以正常行动的时候呢，好巧不巧，你可能抽到了一个停车卡，或是说封印卡，直接把你的行动封印住好几个回合。所以说这个时候，外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只能干瞪眼，不能做任何的操作。基本上每年的农历过年呢，都有点类似这样子的行情。那我觉得《孙子兵法》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无事起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我们虽然在被封印住这几回合里面不能动，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知道国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对接下来的行情有一些预先的概念，那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会是在我们计划应对当中。好，所以说今天呢就会跟各位分享一下2023年如果你要爆股过年的话，你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频道的话，我这个频道是分享国际财经理财概念的频道，我会不定期的分享策略回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拜托你帮我订一下，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感谢你。那本频道分享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投资心得，或是说客观的事实回测，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所以请各位投资人进场之前自行做好投资的判断。首先第一个，我们从历史大数据里面来观察一下在封关前以及开盘后，平均的一个涨跌幅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那群益期货的这一份报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参考的。我呢会把连结放在留言处，当中除了讲到一些数据，也有提到一些战法建议的操作。那各位呢也其实可以点到这个连结来进行参考。那根据群益期货的统计呢，在过去32年来，也就是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总共32年的时间。如果说以台指期来去做观察的话呢，有3个数据可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首先，第一个数据是在封关日的前一天到封关日当天呢，上涨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以台指期为例的话呢，上涨的几率是高达76%，平均涨幅大概是45点左右。另外，第二个数据呢是在封关日当天的收盘，一直到新年开盘日当天。上涨的机会呢，其实也高达70%，那平均的涨幅呢，也有67点左右。另外第3个数据呢，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各位可以做一下参考，就是如果说在新年开盘当天就已经是跳空下跌的时候，当天在开低之后继续下跌的可能性是高达90%，意思就是说它不但会往下跳空，它可能最后面还会收一个黑 K。OK， 这是一些简单的数据跟各位进行分享。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一篇的文章，因为在这上面呢，其实不但写到了数据，其实它也提供一些建议的操作逻辑，那各位可以自行参考。好，那第二点你要注意的呢，就是说在我们放年假期间，全世界呢其实还是持续在运转的，所以说全球的一些大事件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关注。那我在上面把亚洲、欧洲、美国的经济大事件放在这一张表上面了。同时这个时候呢，也刚好是美股 Q4 的财报季，所以说一些市值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呢，其实我也把它放到上面来了。那当中呢，我个人会特别关注的是1月18号当天的日本的利率决议，以及同样是当天的美国的12月零售销售，还有1月20号 Fed 的官员讲话，以及1月27号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那财报的部分呢，我认为我提到这些都还是颇重要的。那各位呢就可以自行参考，会不会对你持有的个股以及大盘造成影响。那有一点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这张表呢是我录影片的当下，也就是1月12号我来进行总结的。那之后呢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事件，例如说 Fed 的官员讲话可能会不定期的在其他的地方进行穿插，那各位呢其实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去关注一下。好，那最后面稍微一个小小提醒一下，如果你是在交易台股选择权的交易员的话呢，一般来讲选择权呢会是在每个周三进行结算。
但是呢，因为我们封关当天是礼拜二，所以说这一次的结算日呢，各位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因为现在正在交易的1月份选择权呢，它并不会在1月17号结算，反而呢，它是会直接到1月30号，也就是说过年之后才进行结算。所以说你1月17号当天，如果你没有把它平仓的话呢，那你就可能就必须要抱着你的部位一直到过年年后了。那尤其是做选择权卖方的朋友们，就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了。好，那最后面呢，其实我觉得抱股过年这件事情啊，其实还是蛮看个人的投资性质的。就举个例来讲，其实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在做纯股或是说长期投资，而过年当中的这些事件完全没有影响到你的部位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年前就急着杀鸡取卵嘛，对不对？当然，如果你是做短期的当冲，或者说短期的 trade， 或者说像我喜欢做这种周选的朋友们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考量短期内的风险会不会对你的部位造成意料之外的一些发展，这个就是各位可能必须要去考量的事情了。好，那各位朋友们，你今年是会抱股过年吗？或是你对抱股过年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有什么我没有补充到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处跟我进行讨论。过年期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我可能会休息1周。当然，如果临时心血来潮，我可能也会加入一些节目之类的。好，那最后面呢，就祝各位新年愉快，兔年行大运，兔年赚的比虎年多，新年收入直接破1000万。我们年后再见，拜拜。